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学室友结婚的那一天，我遇到了前女友，她和现任一起嘲讽我曾经对她的真心，说我是个赶不走的舔狗。你不知道吧？当初她可是把钱都花在了我身上，只可惜她全部的钱都还不够我今天买个包的呢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室友邀请我参加婚礼是为了讨好他的现任，只因为对方的一句好奇什么样的人能锲而不舍舔他老婆整整4年。而他也不是旁人，正是赫赫有名的沈氏集团的公子哥。满堂宾客为了自己的前程都站在他们的身边，嘲讽着我的过去。殊不知，公子哥濒临破产的父亲早在几个小时之前还在我面前下跪，求着要和我合作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推了下午的会议来参加的宋远的婚礼。虽然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，但当年的我们毕竟也算得上关系不错的朋友。他一生只有一次的婚礼，我自然是要到场的。刚刚进入饭店，我就看见了在门口迎宾的宋远。他穿着白色的西装，脸上带着喜气洋洋的笑容，只是在看见我的那一瞬间，笑容似乎有片刻的僵硬，却又很快恢复了正常，让我一度觉得是自己的错觉。高燕之，你可总算来了，我都等了你好久了。宋远大步走到了我的面前，将我一把抱进了怀里，重重拍了几下我的后背。他这样亲切的动作，将我们之间几年未见的生疏感瞬间抚平，像是突然之间回到了那个逼仄的大学寝室之中。我笑着拍了拍宋远的肩膀，没想到你都要结婚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这红包你拿着，一点小小的心意。我从口袋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红包，递给了宋远。他的神情有一瞬间的扭曲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让人看不懂的深意。红包就不用了，我知道你也不容易，咱们俩之间不用在乎这个。宋远的话让我的心中升腾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感情。我的父母是下岗的工人，生活贫困。大学期间，我除了学习之外便是打工，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宋远知道我的家庭情况不算太好，所以对我有诸多的帮助。曾经的我没有办法回报他，现在的我却已经有了这个能力。我决定在婚礼结束之后劝说宋远来我的公司上班，不管如何，至少待遇会比他现在好上不少。我并没有在红包这件事上与宋远做更多的纠缠，我知道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，索性就在宋远接待别的客人时，将红包放在了一旁的桌子上，混迹在了礼金之中。等宋远再一次看向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动作。走吧，我先带你进去，客人还没到齐，你可以先和大学同学们叙叙旧。宋远带着我朝着一边的会客厅走去。我笑道，我和他们有什么好叙旧的？大学校园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，我的贫困曾经不止一次被班级里的同学嘲笑过。除了宋远之外，我的大学没有任何朋友。宋远听了我的话，脸上的笑容有些暗淡。我看着他的神情，自觉有些奇怪，心中却说不出来。直到站在会客厅外，听着里面传来的熟悉的声音，我才终于明白宋远那奇怪的神情是怎么回事。高燕之当然会来了，我也想看看这么多年过去，她是不是还和之前一样没出息。这个熟悉的女声是我前女友林燕的声音。当初我们的分手闹得并不好看，我的双手紧握成拳，
虽然心中波动不已，但林燕也是宋远的同学，请他参加婚礼再正常不过。我怕宋远因我的关系感到尴尬，特意扭头安慰道：“我没事，都是些陈年旧事了，大家都长大了，不会和以前一样幼稚了。”可在推门而入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意识到我错了。林燕的身边坐着一个梳着背头的男人，神情桀骜，一看便知不是什么普通人。而林燕听见开门声，回过头来看见我的那一刻，眼神里浮现出嘲弄：“哟，咱们的纯爱战神来了，不会刚从后厨洗碗盘子出来吧？”林燕的话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嘲笑声。我和林燕在一起，在旁人看来就像是美女和野兽。林燕是大一刚开学就被公认的新一届的校花，而我是刚开学就被吐槽的新一届的校花。只因为开学第一天，仅100块钱的班费，都是我从老旧的皮夹子里一张张现金数出来的。我的贫困成为了旁人口中的笑话。和林燕第一次出现联系是在大一的期末考试前，她平日并没有认真听课，临考试的时候知道了临时抱佛脚，来找我借读书笔记，后来又因看不明白，多次来找我开小灶。我和林燕之间的关系就在这样的互动之中逐渐变得熟悉起来。真正在一起是在期末考试结束当天，微风浮动之下，林燕亲了我的脸，那是我有生以来和女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。虽然她没有说话，但那个吻被我看作恋爱的象征。我没有很多钱，可我知道爱一个人就是要全身心的对他好，所以和林燕在一起后，我没有亏待过她一分一毫，只是最终还是以那样惨烈的方式作为收场。我没有理会林燕口中满是嘲讽意味的话语，只是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。这毕竟是宋远的婚礼，我也不愿意让他难做，可我不理会，对方却也并未轻易打算放过我。林燕身边的男人搂着她站起身来，然后一步步走到了我的面前。他垂眸看着我，眼神里是和林燕如出一辙的不屑与嘲弄，不像是在看一个人，倒像是在看一个完全不如自己的蝼蚁。你就是高燕之。男人的声音带着高高在上的味道，微微抬起的下巴用鼻孔对着我的脸。我轻轻皱起了眉毛，没有说话。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会在我的面前如此嚣张了，可我的沉默在他们的眼中却成了挑衅。林燕当即高声斥责道：“阿诺和你说话呢，你聋了吗？”一旁的宋远也伸手扯了扯我的袖子，好心提醒道：“这是林燕的男朋友，沈诺，是沈氏集团的少爷。”沈诺脸上的高傲越发的明显，像是一只开了屏的孔雀。沈氏集团我自然是知道的，老牌企业的龙头。虽然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大不如从前，但毕竟根基在那里，仍旧是旁人眼中了不起的存在。也难怪他这样一副眼高于顶的样子，倒确实有骄傲的资本。只可惜，在我的眼里，他和别人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或许是因为没有从我的脸上看见想象之中的震惊与讨好，沈诺皱起了眉毛，眼神里闪过了一丝怒意。就是你大学的时候随便编排艳艳，害得他被人说捞女吗？沈诺虽然说的是疑问句，可语气却是肯定。我终于做出了第一次回应：是。我点了点头，毫不退缩地看着沈诺的眼睛，他的脸色更加的阴沉，开口的语气也带着命令：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全身上下的钱加起来也不过几个钢镚，还好意思说别人捞钱？林燕浑身像是没有骨头一样靠在沈诺的身上，
听了他的话，也是委屈的开口道：“就是啊，阿诺，他的钱还不够我买一个包呢。明明就是自己赖着做舔狗，我不愿意就倒打一耙。”林燕撒着娇，声音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偏偏沈诺对他这样的态度格外受用，当即伸手指着我道：“这样吧，你现在跪下来道歉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了。说不定还能给你找个工作，让你去我爸公司门口做保安。”沈诺大言不惭的话，简直让我笑出了声。要是让他爸知道自己前脚求着我合作，后脚他的宝贝儿子就让我去他们公司当保安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反应。我和林燕的分手确实闹得并不好看，他是我的初恋，虽然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我仍旧想要将最好的一切全部都给他。林燕总在恋爱的时候明里暗里的向我要礼物，她的手段并不高明，可我仍旧愿意满足，因为爱，因为喜欢。我知道她能够找到更好的人，生怕和我在一起委屈了她，所以拼尽了一切。可换来的结果却是在我们恋爱1周年当天，看见林燕与别的男生拥吻。面低我的质疑，林燕没有慌张，也没有道歉，甚至坦然地直视着我的眼睛，用毫不在意的语气道：“我有说过我喜欢你吗？我也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的男朋友吧？”林燕的声音带着嘲讽，像是在鄙夷这1年的时间，我的付出只是一场笑话。我与林燕大吵了一架，隔天她便将我们的事情发在了学校的表白墙上，说我舔狗不成，反过头来想要回给他花的钱。有人说我痴人做梦，竟然幻想和林燕恋爱，也有人说我这是纯爱战神，只是纯爱的不彻底。我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笑话，就算我想要为自己洗清冤屈，也没有人会听我的解释。大学的最后2年，我独来独往，除了宋远之外，没有人与我说话。大约是我眼中淡淡的笑意将沈诺惹怒，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，直接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领子。“你他妈什么表情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沈诺的名字这些年我也有所耳闻，他虽然家世不错，但却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，除了吃喝玩乐之外，没有任何的作为。虽然我与沈诺的年纪差不多大，但或许是因为这些年创业看过的人太多，面对沈诺竟然生出了一股长辈的无奈感。我伸手将他的手扯下，然后整理了一下我的衣领，站起身来与沈诺面对面，劝道：“有些事情你也不能听一面之词，你这样以后你父亲如何安心将公司交给你？”沈诺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，末了冷笑了一声：“你以为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教训我起来了？不过是个穷鬼罢了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。”林燕挽着他的手臂，脸上是不加掩饰的笑意。“高燕之，你是不是工作做傻了？就算给你1辈子的时间，你都追不上阿诺的起点。你该不会以为自己能站在这里和我们说话，就真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了吧？老鼠永远都只是老鼠，永远都不可能变成人。”林燕的话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。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多难听的话我都曾经听过，也为了别人的评论伤心难过过。可如今看来，别人3两句的话根本不会对我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。我的平静让他们的嘲弄看起来越发的可笑。林燕脸上的笑容僵硬，然后扭头对着宋远道：“宋远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不是说好了今天会让我们看一场好戏的吗？”这一刻我才是真的愣住了。我猛地回头看向宋远，却见他站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，用带着愧疚的目光看向我。“抱歉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
沈先生说了，他能够给我安排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宋远的话让我的心中无比的悲凉。这些年，我见过了太多黑暗的人性。我原本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被所有人背叛，可宋远毕竟是我大学期间唯一的好友，他曾经陪我走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，在所有人嘲笑我的时候，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。哪怕这些年我忙于创业，与他没有什么联系，可我仍旧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不会有丝毫的变化。可如今看着站在林燕身边的宋远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他伸手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了一本小册子，那册子的边角已经卷翘，纸张也泛着黄色，一看就已经上了年头。可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是我曾经的日记本。我写了很多与林燕有关的事情。后来与林燕分手后，我便将这日记本随手扔了，却没想到竟然在宋远的手中。他翻开了日记本，在林燕和沈诺嘲笑的目光之中，清了清嗓子，颤颤巍巍地念了出来：今天我终于和林燕在一起了。我偷偷喜欢了她这么久，没想过她竟然会回头看见我。可是我这么穷，如何可以给他好的生活呢？只要是他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他。宋远的声音在会客厅内响起，我听见周围那些老同学们的窃窃私语，一句一句的传进了我的耳朵里。笑死我了，还真是个舔狗。他还真的以为林燕会看上他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就是说啊，我看林燕和沈诺才是真的天生一对，他连男二号都算不上，撑死就算是个炮灰，自己眼巴巴的给人花钱，回过头来还说自己是受害者，笑死个人了。我垂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，就连身体都因愤怒而颤抖。那是我第一次真心实意的喜欢一个人，就算遇人不淑我也认了，却绝对不是现在拿来被别人调侃的对象。够了，林燕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怒斥着，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，可她却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一般，伸手揽住了沈诺的脖子，嘟起嘴撒着娇。你看阿诺，我没骗你吧？我就说他是个废物，我怎么会喜欢他呢？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？沈诺笑着搂着他的腰，眼神里满是深情。宝贝，我都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才会吃醋。不过现在我放心了，你就算眼睛瞎了，也不会看上这样的东西的。他们全然不把我放在眼中，肆意地侮辱着我的人格。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这一场闹剧不过是林燕为了向沈诺证明自己的忠心，不过是一场小情侣的游戏。沈诺搂着她看向我，冷声道：不如这样，你大喊3声你是林燕的舔狗，我们就饶了你，怎么样？不然我就把你的日记发到网上，你也知道我的身份，让你失业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。事到如今，我怒极反笑，反问道：沈诺，你父亲知道你在外面这样作威作福吗？沈诺的眼神阴沉下来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赶紧喊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他不一定是真的很爱林燕，只不过是喜欢看普通人被逼无奈，朝着他卑躬屈膝的模样。可偏偏他遇到了我，我拿出手机找到了沈总的电话。他以前可能不知道，但现在应该知道一下了。和林燕分手之后，我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，当一个人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不管他的品行如何，都不会有人正眼看他。虽然很残酷，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拜高踩低。为了挺直腰杆做人，大4那一年，我做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我要自己创业，自己做老板，给别人打工。
一辈子也只能低着脑袋，只有自己成为了老板，才可以让所有人听见我的声音。这一路上，我失败过，也被人欺骗过，但老天待我不薄，跌跌撞撞走到现在，我已经成为了新时代互联网的领头羊。就连沈总这样老牌企业的总裁，都要为了在新时代继续生存下去，而央求着与我合作。坦白来说，与沈氏集团合作，对我们两家公司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。可偏偏他有一个脑子不太正常的儿子，而我的选择很多，沈总的选择只有我一个。你拿这个破手机吓唬谁呢？总不会是洗碗洗傻了吧？沈诺笑着，毫不在意地搂着林燕坐在了椅子上，他翘着二郎腿，公子哥的架势很足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。来，你爷爷我就在这里等着，你要是能把我爸叫来，我叫你爸都行，还真当自己是个玩意儿了。他的话让众人哄堂大笑。林燕的手指卷着自己的发尾，靠在沈诺的怀中，语气轻飘飘的，总不会是这些年给人当孙子当傻了吧？高燕之，我劝你最好还是现在赶紧认错，不然一会儿有你好果子吃。可我错在哪里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错在我曾经对他一往情深吗？还是错在过去的我身无分文，只能够被别人当作嘲笑的对象呢？就连宋远也跟着他们一起劝说我，燕之，你别犟了，沈家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。他皱着眉，眼中满是为了我担忧的真切的神情。或许宋远对我是有真的朋友情谊的，但这点情谊在自己的前途面前根本不算什么。我很难怪他，却也不能再将他看作是从前的知心好友了。手机那头没响几声，就被人接了起来。沈总的声音带着些疲倦。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，他的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，为了维持巅峰，也是用了不少努力。高总，是为了合作的事情吗？我看着沈诺脸上高高在上的神情，微微勾起了嘴角，轻声道：沈总，我现在就站在你儿子对面，他刚刚说要做我爷爷啊。电话那头的沈总是什么表情我不知道，但沈诺的表情显然是并不相信我的话的。他发出了一声嗤笑，漫不经心地鼓起掌来。高燕之，你的演技还真是好，要不然你去娱乐圈发展吧，说不定你还能炒作一下吃苦耐劳的人设呢。阿诺你就别开玩笑了，他这样的去娱乐圈也就是个跑龙套的。也是，不过你倒是可以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能给你安排一个炮灰男配，让你本色出演一下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，说得不亦乐乎。但我却并不关心，只是将饭店的名字报给了电话那头的沈总。电话挂断之后没多久，沈诺就又想开口对我进行嘲讽，宋远却着急地打断了他的话，拦在了我们三人的中间。宾客们都到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去餐厅吧，仪式也差不多要开始了。今天毕竟是宋远的婚礼。他的话音落下后，沈诺与林燕也没有再说话，二人懒散地站起身来，从我面前经过时，还用高傲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我转过身，却听见宋远叫了我的名字，燕之，你别怪我，我都结婚了，这么多年工作也没什么长进。他答应我会把我安排进他爸的公司。宋远着急地解释着自己的所作所为，眼神复杂，可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，良久，勾了勾嘴角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我能理解，但我不尊重。从他答应沈诺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不再是朋友了。我从宋远的身边擦肩而过，朝着餐厅走去。大家作为大学同学，
被分到了一张圆桌边上。因为和宋远说了几句话的功夫，等我到的时候，所有的同学都已经落座了，偏偏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餐桌边上，像是一个外来者。林燕表情夸张道：“哎呀，我忘记了，阿诺现在坐的位置是你的，怎么办呢？只能委屈你站着了。”他说着委屈的话，可眼神里却带着明晃晃的嘲笑，显然是故意为之。沈诺立刻接茬道：“要是不愿意站着，你也可以蹲在我边上吃，说不定我还愿意施舍你几口饭菜呢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桌子上的几个人就已经憋不出轻笑出声，这是把我当成一只狗了。我站在沈诺的身边，俯视着他，神情冷漠。既然这位置是我的，怎么你不滚呢？我漫不经心的声音让原本细碎的嘲弄声都消失不见了。沈诺脸上的笑容变得僵硬，像是不敢置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说什么？我微微弯下腰来，凑到了沈诺的面前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说，你可以滚啊！”沈诺毕竟是从小被别人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少爷，哪里受到过这样的侮辱？他的脸色当即阴沉了下来。你他妈的找死！随着沈诺话音落下，他抬手就要当面给我一拳，可偏偏他的拳头在半空中就被我死死抓住了手腕，任由他如何挣扎都不能向前一分一毫。沈诺憋红了脸，不知是气的还是觉得太丢人了。高燕之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和我说话？他咬牙切齿着，像是要将我吃进肚子里一般。可还没等我开口，就听见一个低沉的男声从身后传来：“混账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沈诺的眼神里出现了惊喜，立刻就将自己的拳头收了回去，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：“爸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的话让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。沈氏集团的总裁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见的，这其中以林燕最为激动。她立刻整理起了自己的着装，确保没有任何不妥善的地方，脸上因为兴奋带着一抹潮红，乖巧地站在沈诺的身边，丝毫看不出来方才对我冷嘲热讽的样子。沈总皱着眉，脸上的神情格外的严肃，可偏偏沈诺就像是没有发现一般，伸手指着我的鼻子道：“爸，他刚刚还让我滚，简直没把我们沈家放在眼里，您赶紧好好教训教训他。”林燕走上前去，轻声道：“是啊，伯父，他对阿诺和您都很不尊敬呢。”沈总皱着眉，打量的眼神落在了林燕的身上。“你又是谁？”“爸，这是我新交的女朋友林燕，是不是很漂亮？”“伯父好，初次见面。”沈诺揽住了林燕的肩膀，语气里满是骄傲。林燕也没有让他丢脸，脸上的笑容是大家闺秀的矜持，但他这样的伪装或许能够骗过沈诺这样的纨绔子弟，又怎么可能逃过沈总的法眼？沈诺看向我的眼神越发的得意。“高燕之，我劝你最好赶紧给我道歉，不然我爸让你失业也不过是啊！”沈诺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只听见一声清脆的声响，他的惨叫声紧随其后，就连一边的林燕也惨白了脸。沈总喘着粗气，仍旧维持着扇巴掌的姿势，就连手指都在颤抖。沈诺单手捂着自己的脸，不敢置信地回头看向沈总，眼神里满是质问：“爸，你干什么？”但沈总没有理会他，反倒是走到了我的面前，用尴尬而带着些讨好的语气道：“高总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是我管教无方，让您看笑话了。其实以我和沈总的身份，他大可不必对我如此的毕恭毕敬。可如今沈诺有错在先，这个错误的代价就得由他来承担。爸，
你叫谁高总呢？你老糊涂了不成？挨了一巴掌的沈诺仍旧没有清醒过来，他的话让沈总恨铁不成钢，看向他的眼神里满是失望。站在你面前的是融资集团的创始人，就连我见了也得喊声高总。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？我努力工作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让别人听见我的公司名字时，可以第一时间想起我所有的荣誉。比如此刻，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，而林燕和沈诺是变化最明显的。沈诺的眼神呆滞，尬笑了几声之后，茫然地摇了摇头。你认错了吧？他怎么可能是老板？他只是一个舔狗而已啊！有的时候，人的基因能够决定的，真的只有一小部分的事情。沈总是个商业奇才，却偏偏生了沈诺这样一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当然和他后天的宠溺逃脱不了干系。沈总咬着牙，声音里满是愤怒：沈诺，你平时除了玩之外，还知道点什么？高总，实在是抱歉，我希望这一次的小插曲不会影响到我们后期的合作。他骂完沈诺，转头和我说话的时候，又变了一张脸。我看着沈诺那惨白的脸和颤抖的嘴唇，微微勾起了嘴角。当然，我不会因为私事影响到公司的决策，但贵公子的脾气和性格实在不适合接任一家公司。如果贵公司日后的掌权人是这样的人，我想我们的合作很难完成。就在沈总的表情稍稍放松下来的时候，我的话锋陡然一转，他的眼神立刻又变得严肃了起来，神情带着一丝的不堪。我这话就差直接说沈诺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了。虽然是事实，但他作为沈诺的父亲，无论如何也是会觉得丢脸的。沈诺当即就被点了炸药桶。高燕之，你他妈骂谁呢？我告诉你，我闭嘴！你还嫌不够丢脸吗？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沈总便对着他一声怒吼。沈总的眼神里带着失望，最终深吸一口气，还是做下了决定。高总，你放心，你永远不会和他合作的。这个意思便是沈诺彻底失去了继承沈氏集团的可能性。沈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的眼睛瞪得很大，满是震惊和愤怒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！公司不给我，你还想给谁？短短的10几分钟，沈总看上去苍老了很多。他摇了摇头，道：沈诺，是我把你宠坏了，公司给你只会倒闭得更快。跟我回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沈诺还想要说些什么，可沈总只是一挥手，他身后的保镖便立刻上前来将沈诺架了起来，动作之娴熟，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。在沈诺不甘的大叫声中，他们渐行渐远。沈总朝着我微微点头示意，也离开了现场。寂静无声中，林燕苍白的就像是身患重病，他不敢开口请求沈诺带着他一起离开，只能全身紧绷地站在原地。与我对上视线的那一刻，林燕浑身一颤。你的靠山走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林燕固然是生得好看的，双目含泪看着人的时候，无端便有了一种楚楚可怜的味道。她脚步迟缓地朝着我走来，直到最后站在我的面前。燕之，我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你能原谅我的，对吗？林燕伸手想要抓住我的衣角，可我却向后一步，拉远了距离。原谅？难不成真把我当作舔狗了吗？我笑着，没有给予林燕一个多余的眼神，只是冷声道：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和我没有关系。但如果你想要踩着我往上爬，我不会让你如意的。林燕的面色一如既往的苍白，停在空中的手紧握成了拳头。
他向来知道自己能够利用容貌上的优势，从大学开始就用这个为自己谋取了不少利益，变成如今的境地，也在我的预料之中。人生各有各的活法，与我无关。我最后扫视了一眼周围的老同学，他们一个个蓄势待发，大有要将我团团围住的模样。我不喜欢这样的社交场合，也并不打算久留，转身便走。可刚刚走出了餐厅，就听见身后传来宋远的声音：“燕之，我都不知道你现在……”他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嘴角的笑容带着些勉强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又何苦违背自己的良心，答应林燕他们？宋远自嘲般地笑了笑，看我无动于衷的模样，抿了抿嘴唇，继续道：“燕之，你也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成绩一般，毕业这么多年也只是一个小职工罢了。我老婆爸妈一直都看不起我，我也是想努力替自己争取一下。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看你能不能？”宋远说着，搓了搓自己的手心，有些无助和期待地看着我。我们确实是多年的朋友，当初他会为了我和好几个人吵架，不落下风，也会在半夜安慰我，让我不要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。可在他决定帮助林燕与沈诺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。人确实是会在步入社会之后改变太多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声音没有什么起伏：“我理解你，但我不会尊重你，所以加油，靠自己吧。”转身离开的那一刻，我听见身后传来宋远的咒骂声，可我没有停下脚步，我还是选择了和沈氏集团合作。只是在宣布合作的前一天，沈总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了自己与沈诺断绝父子关系。毕竟是豪门，他虽然宠着沈诺，却也没有耽误外头彩旗飘飘，选择一个优秀的私生子回家继承家业，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这个位置本就有很多人等着。自从与沈氏集团合作之后，我的工作又一次变得忙碌起来。打进传统行业，扩宽公司的消费群体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与公司里的同事们常常加班到深夜。那天下班之后，我便在公司门口看见了等待许久的林燕。她在深夜穿着单薄，楚楚可怜地看着我。见到我之后，立刻大步走上前来，像是风中孤独无依的野花。“燕之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”林燕的声音沙哑，带着些哽咽。她的事情我最近也有所耳闻。林燕的家中重男轻女，弟弟是个赌鬼，欠下来的债却都要让林燕帮忙还上。原本他还有沈诺这个冤大头，可如今沈诺自身难保，他急切地要找到下一个帮忙还钱的对象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丝毫的起伏。保镖将他拦在了距离我几米远的位置。林燕过不来，只能用含着泪水的眼睛看着我，可我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径直上了车。车门已经关上了，可林燕呼喊我的声音仍旧清晰可见。直到车子启动，我回头看向她，林燕蹲在地上，失声痛哭着。坦白来说，在得知林燕的身世之后，我便对她的一些所作所为有了些许理解。可苦难的出生不是她伤害别人的理由，我也自然不会选择原谅她。至于宋远，他倒是拐着弯的联系过我好几次，只是每一次都被我拒绝。后来宋远恼羞成怒，不断的以我朋友的身份去接近那些小公司的老板，妄图以此得到一些好处。只是在我公开辟谣自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之后，宋远的算盘又一次落空了。听人说，他老婆没多久就和他离婚了，
一个只想着走捷径，不想脚踏实地的人，永远都不会获得成功的。而我最后一次见到沈诺与林燕，是在一次晚宴上。沈诺毕竟是沈总的亲生儿子，就算断绝了关系，也不会过得太惨。只是昔日的奢靡生活一去不返，沈诺看着憔悴了很多。听人说他现在自己开了个小公司，摇摇欲坠的，像是下一秒就要倒闭，正在求爷爷告奶奶的想要拉点投资。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正毫不犹豫地把林燕推给了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，卖女人换钱，下作手段。我皱眉收回了视线，含笑与人碰杯，至少我的未来光明璀璨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